眼前這處擁有精美壁畫的地方，便是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肥陽市的田村後土聖母廟。我們能在壁畫中看到鍾馗以及諸多的各級神靈，同時我們發現，在日常的神話壁畫中，鍾馗在諸神中的職級其實並不算很高，不知道黑神話裡會怎麼樣。因為這邊保存了較大篇幅的精美壁畫，所以這裡既是山西省的省级文保單位，也是我們晉中之旅的目的地之一。其實原計劃裡並沒有這個地兒，但我們在晉中吃的閉門羹太多了，所以就把這個地方給加進去了。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目前我在这个地方是山西汾阳的圣母庙啊，后边是我的朋友南希，我们一起来的，待会儿我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7月自驾過去的，車就停在了田村黨群服務中心旁邊。現在我們準備出發去尋找後土聖母廟的入口，繞了一大圈之後，終於在對面發現了一個大鐵門，但這個門根本不開，而且附近沒有文保員電話。不過這個地方好啊，它好就好在距離黨群服務中心比較近，於是我們進去找到了村幹部，要到了文保員的電話。打了電話之後，文保員大爺就過來幫我們把大門打開了。原來真正的聖母廟入口不是剛才的大鐵門，而是村委會附近的一排炫洞。進院的那個通道就在這座和神殿裡，它右邊的窑洞是一座文昌帝君殿，專管學生學習的。左邊的窑洞是眼藏殿，單看店名根本不知道供奉的是誰。透過門縫看，發現裡邊供奉的神眼窩裡有手，手心裡有眼，這別是洋人吧？現在我們跟着文保員大爺準備一路奔向建築區。建築區只剩下2座建築，分別是正殿和東垛殿。東垛殿是一座馬王殿，這是一座面闊3間的硬山頂小房子，屋頂還有琉璃裝飾，而且用了琉璃剪邊。順着門縫看，能看到裡邊有神像，按說供奉的是馬王爺，但並不是3隻眼的樣子。殿內的梁架看起來彎曲且古樸，這也是清代的產物。院內的正殿則是一座面闊3間的玄山頂大房子，廊下有很多碑，其中有清光緒年間的重修碑，附近還有好幾塊道光年間的重修碑，這些年代都算古老的了。而其餘的則都是2023年的古碑了，記錄的是當地村民均資修繕的往事。正殿廊下的2側則各有一處武將壁畫，此2人身穿鎧甲，頭戴兜鍪，手持兵器，他們就是我們熟知的門神。而正殿的斗拱則多用龍頭形螞蚱頭和如意形昂進行搭配，這是非常典型的清式建築的特徵。而正面的拱眼壁則還有少許殘存的彩繪。正殿正脊的2側則各有一個琉璃盤龍大吻，中間的幾岔則是12象馱着寶瓶，造型古樸且華麗。現在大爺給正殿的鎖打開了，在打開大門之後，大爺還從聖母殿裡給我倆一人拿了一瓶聖水，這屬於是意外收穫。走進殿內抬頭看，就能在梁架上看到很多功德主的題記，可能他們捐功德的時候從未想到過，很多來自天南海北的人都看到了他們的事跡。而主龕的頭頂還殘留着平旗的框架，至於平旗本身則早已消失不見了。正殿主龕內的造像是後土聖母，後土2字在殷商時期便已在甲骨文中出現，之後在隋唐時期則以女性形象固定出現，並被人們尊為生育之神。龕內左右斜是2侍女、2宦官，木龕斗拱均前出5跳，部分呈道寶塔形，造型規整且精美。而主龕前方的2側則各有一根盤龍柱。龕外的右斜侍衛是一個綠皮膚的鬼族，他背上還馱着個嬰兒，視覺觀感有點反差。龕外的左斜侍衛則是一個執筆的判官，這個可能是掌生死簿的崔判官。而殿內的壁畫則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看點了。如今的後土聖母殿內尚存76.37平米的清初壁畫，畫風其實還是明代的。壁畫主題分別為迎駕圖、巡幸圖以及宴樂圖。下面我們來辨認一下畫中的細節，先從我們最關注的鍾馗開始說起來。鍾馗在壁畫中一共出現了2次。在東壁的迎駕圖中，鍾馗左手拿着像是聖旨的物品，
右手拿着一支筆，同時正在回头往後看，好像是在觀察聖母的行進進度。其實這會兒聖母才剛剛走到屋檐下而已。在北壁巡幸圖中出現的是騎馬鍾馗，他的身上穿着官服，造型則是虬髯蓬髮，面如重棗。此時的他正在聖母車架的右側宣讀着手中的聖旨。然後我們來看主角，也就是后土聖母，看她頭頂的煞、身上衣服的紋路以及頭上的金飾都是龙鳳形狀的，說明后土聖母雖然是自古而有的神靈，但她在明末清初的壁畫中已經沿用了人間皇後的造型。而在某些建築的門口，我們還能看到門神的形象。如果仔細看，就能發现這對門神的造型和殿外門神壁畫的造型是一樣的，用的是武將形象的神書玉律。此外，我们還能看到像土地城隍之類的比較接地氣的神。土地神以平民老者的形象出現，主打一個親和力高，同時還沒什麼架子。城隍則身穿官服，職責是保佑一城一地的平安。隨着朝代不斷往後推移，城隍的級別越來越高，此時已經高於土地了。壁畫中的另一大看點便是侍女群像了，這在壁畫中佔了很大的一部分。除了普通的侍女之外，現場還復刻了明代富家女性的生活，其實也很豐富多彩，和現在一比，其實就缺個手機了。其中還有一處古代版本的女子12樂坊，個人手持不同的樂器，場面熱鬧且生動，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沉浸感。以上這些都很華麗精彩，但都不是核心要點，畫面中的多子元素才是最重要的核心。我們能在壁畫的犄角旮旯裡看到很多小孩子，因為后土聖母就是生育之神，來這邊上香的人大多也是來求子的，所以他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留下多子元素，以增加大眾的信任。就連壁畫中出現的小動物都是以啮齒類動物為藍本創作的，因為這些小動物很能生，所以在這裡也代表一種祥瑞。這樣的廟宇能存在這麼多年，證明從古至今人們一直是相信多子多福的。當然現在的人不一定認可這種思想了，我個人就不認可，因為我窮得叮當響，養不起那麼多。當然了，並非所有的人都贊同我這種錯誤的思想，就讓那些高瞻遠矚的、能養得起的、願意多子多福的人熱熱鬧鬧的多生，大家各安天命，豈不美哉？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